中医认为啊，肺是娇嫩的器官，到底它有多娇嫩？每当光掉了，每当拉掉了，不论是嘴巴吃进来的、鼻子吸进来的，或者是从皮肤来的病菌、病毒，都会让你的肺动北掉。所以啊，顾好你的肺，提升免疫能力，那些无为某位毛病就不会跑出来了。胡乃文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新冠肺炎疫情啊，让人人心惶惶，都想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只要咳嗽啦、喉咙不舒服啊，就非常的担忧。尤其在发烧的话，更糟糕，对不对？事前预防是很重要的，养好你的肺，新冠肺炎病毒就不容易靠近你了。今天要告诉大家，在生活中容易取得的食材，能够帮助你顾好你的肺。你知道杏仁有多少种吗？杏仁啊，我们现在来分，就是有什么南杏、北杏啊，还有呢一种叫杏仁果，都叫做杏仁。可怎么分辨呢？杏仁果就是我们一般在烘焙上使用的那个东西，叫做杏仁果，或者呢就叫做美国杏仁果，就这样。南杏比较甜一点，北杏呢比较苦一点，所以叫做甜杏仁跟苦杏仁的这种分别。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甜杏仁。甜杏仁呢，它能够补养身体、滋润肺，也可以养颜润肤，使你的肌肤不干燥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。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节目里头啊，也谈到过有一个可以通大便的叫做五仁丸，五仁丸里头就有杏仁，它就是可以润肠道，能够让大便能够轻松的排出来的，而不容易便秘。甜杏仁虽然香香甜甜很好吃，但是呢，它跟苦杏仁一样，都带有毒性。苦杏仁的比较毒一点，那甜杏仁呢比较好一点点，只是这样的啊，千万不要生吃，记住不要生吃。建议一天呢吃的量绝对不要超过20公克，比较好一点。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在菜市场里，妈妈带着去买菜的时候，说不定就会看到有这个卖杏仁茶的摊位，就买一碗杏仁茶，然后呢配一个油条，哇，这样吃起来好舒服啊！下面告诉大家的如何来做一个比较好吃的杏仁茶。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怎么做呢？很简单啊，甜杏仁用那个2米杯来算啊，1杯水呢大概7杯。加米1匙，就是一个大的汤匙，然后冰糖适量，这差不多就是2个人的量啊，可以跟太太或先生呢怎么样，我们一起分享着喝。那怎么做呢？把这个米啊、杏仁啊、水啊一起放到那个调理机里面去，把那个打成汁啊，打完了以后呢，取出来放到锅子里头去煮滚，加入一点点冰糖就可以了。秋季、冬季的时候，皮肤干燥，容易出现细纹，喝一杯杏仁茶，身体又好吸收，而且呢可以滋养津液，还可以使得你的皮肤变得很 Q 弹、水嫩。杏仁里头的杏仁油好和有一些维他命 E 啊，它们都能够光泽你的头发，使皮肤红润，变得美白。每天喝一杯杏仁茶可以，但是不要喝过量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杏仁里头会有点毒性。杏仁茶啊，对于正在拉肚子的人，或者对于杏仁有点过敏的人，就不建议你喝了。杏仁的毒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呼吸酵素毒。所以呼吸酵素毒就是说，我们细胞里头有呼吸酵素，假如你这个东西侵染到细胞，会使细胞的呼吸停顿了。还有呢，它也可以管到我们这个呼吸中枢，让呼吸中枢产生比较低的能量，也就是说呼吸变得缓慢一点。这也就是中医用杏仁来治咳嗽或治喘，就是靠这一个呼吸中枢被抑制了的这样子的作用。另外呢，也推荐给大家一个，在刚才这个杏仁茶里头加一点黑芝麻来做成所谓的芝麻杏仁茶，对于长期使用脑力工作的上班族，它是很好的天然补给品。黑芝麻能够养血润燥，而且呢有养肾养肺的作用，滋养肝肾，可以使头发变黑，使皮肤有光泽有弹性，而且呢它也能够调整胃肠的功能，也有帮助排便的作用，所以不必担心便秘了。冰糖它可以润燥保养肺啊，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头记载，冰糖呢它能够入肺经、脾经，肺呢是最怕燥的，冰糖能够滋阴润燥，而且保养肺部，增强肺对抗外邪的能力。冰糖还可以改善胃消化不良的情形，它是因为是甜的，所以呢我们中医讲叫做
肝能缓之，肝能缓这个胃的这种作用啊，它能够使胃变得比较舒服，对人的胃痛都有帮助。冰糖本身能够化痰，我所知道的就是，例如说我们做的冰糖梨啊，或者冰糖的时候，那个冰糖呢，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化痰，使那个比较硬的痰呢变得软了，然后很容易排除出去。煮菜的时候经常会在里头加一点糖，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加一点冰糖。例如说，你看北方人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啊，煮这个冰糖肘子，肘子就是这个猪的肘子啊，或者冰糖猪手之类的，那就是用冰糖。那冰糖呢，它怎么样？它润的，所以你看，你只要在那个里头做上去，那个颜色也漂亮，而且那个肘子也变得比较看起来就是润润滑滑，好吃。而食物里头有一点甜味，也可以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幸福的、愉快的感觉。疫情期间呢，家人们常常都会怎么样呢？宅在家里的，偶尔呢，就是跟兄弟姐妹啦，或者爸爸妈妈跟儿女啊一起来开唱个卡拉 OK。那么可以准备一杯胖大海冰糖茶，或者是胖大海罗汉果茶，养肺，同时还使你的歌声洪亮，欢唱过瘾。胖大海是一个健肺的好食材哦，那么能够清宣肺气，使肺气充足，因此呢，还可以利咽开音。所以你看那个唱歌的人啊，或者常常做演讲的人啊，或者是像我这样做自媒体说话说的很多的人啊，你都可以泡一个这样子的茶来喝，它可以使你的音质变得清脆润泽，发音可以持久。这个胖大海它本身又可以润肠通便，让你排便顺顺的。在家呢，或在办公室里头，随手泡个胖大海冰糖茶来吃。胖大海我们用4个。把它给稍微洗一下，那不洗也就算了，也没关系啊，也不会太脏啊，在药房里面买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胖大海4颗放在杯子里头，然后呢，喜欢吃甜的多加一点冰糖，不喜欢吃甜的就放少一点。冰糖大概放个几公克，10公克、20公克，或者甚至于多一点，30公克也不要紧啊。喜欢吃甜的多一点，用热开水冲下去，盖上杯盖，那大概10分钟、20分钟之后就可以吃了，当茶喝，每天喝2次。或者呢，假如说你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冰糖呢拿掉，不用冰糖，而换成用罗汉果。因为罗汉果非常的甜啊，一个罗汉果你可以把它给分成为1/4或者1/8，拿来泡这个罗汉果，就有一点甜甜的味道，而且罗汉果本身又对肺也不错，所以冰糖换成为罗汉果的这种胖大海罗汉果茶也很好。提醒啊，有不少需要长时间讲话的老师啊、行销员啦、演讲的人啦、公关客服人员啦，会长期用胖大海来保护声带，但是胖大海应当见效就收，就是可以了，不要再喝好，别把它当作保健饮料或茶水，长期的每天喝很多了就不好。胖大海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，也就是说会使你的血压降低啦。梨啊是很常见，对肺很好的食材，它有帮助清热润肺，对肺很好啊，有天生甘露饮的美名。甘露饮是一味中药方，这个中药方呢是补水的，让你的嗓子啊，让你的身体的水分补得很好。那么这个梨大概就是所谓的天生甘露饮。别看梨子水水的，这个梨啊，它本身的那个细胞呢，有一种叫做实细胞，就是 stone cells 啊，就是实细胞。那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种高纤水果。那么古书记载啊，梨可以养阴生津、滋润肺胃、固嗓子。所以你是经常讲话的老师啦、行销人员啦、教外员啦等等，那么你用梨来固嗓子，但是因为梨它的性质很寒凉，而且它有这个实细胞，所以吃太多了可能就会伤肠胃，因为实细胞是不太好消化的，还有那个寒凉也会伤脾胃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这个脾胃虚寒的人就更需要注意啊，不要吃的太多。有很多粉丝就会问了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肝炎、肝硬化的人能不能吃？其实搞清楚啊，不要老问这种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大部分的食材、食物、水果都是可以吃的，只要你适度的吃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沃梨浆呢，因为生津解渴，所以对这个口干舌燥都很好。有的人啊，口干舌燥到怎么喝水都没有用。好，我教你喝沃梨浆。好，这沃梨浆就可以马上解渴。中医把这种口干、口渴、舌燥等等这些现象呢，称之为消渴。
把梨呢这样子切片，切成薄片，切片呢放在冷开水里头浸泡1-2个小时，然后呢喝那个汁。你看好，有的人在医院里头治病，例如开刀啊，例如化疗啦、放疗啊以后，嘿，那个唾液腺啊就分泌的唾液就很少了，甚至于把唾液腺破坏了，那就根本没有唾液了啊。那这样子就可以喝这种沃梨汁，人马上就可以舒服了。有的人得那个像是什么脾胃的毛病，例如说有一种病啊，叫做噎膈或者叫做反胃，那这种病呢，说起来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胃癌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也常常这个唾液分泌不多，因此呢，也可以吃一点这个沃梨浆来改善他的干燥渴，人马上就可以舒服了。到菜市场或超市的时候呢，顺手啊买一些梨子回家，保护你的肺胃顾嗓子都很棒。百合呢，它是润肺安神助眠。百合是一个适合全家大小护肺的保健食材。我说的是适合全家，不要问我婴儿能不能吃啊，老年人能不能，不要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能够润肺止咳，使口鼻不干燥，能够滋养津液，使脸上的这个皮肤光泽，摆脱暗沉细纹，还有脱屑。在疫情期间呢，感染人数有的时候多一点少一点，上上下下的啊，心情都很焦虑不安，结果呢睡不好。百合也能够帮助你清心安神，好睡觉。但因为百合它性子比较偏凉一点，如果你是咳嗽痰多的人，或者是肠胃虚寒容易泻肚子的人，百合就别吃得太多。百合川贝茶呢，你就到药房买一些百合，干的百合呢15公克，加川贝2公克，把它洗干净，加600cc 的水里头煮开以后，稍微加一点点冰糖，这样可以当茶水来喝，可以美白皮肤。还有呢，有一些人爱爆荤的哈，就喜欢吸烟的这些朋友们呢，你常喝可以润肺止咳化痰。还有那种睡不着觉啊，或者说睡觉睡不好啊，或者怎么睡都还觉得累的人呢，你都可以这样吃。给大家一个 bonus， 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去打预防针吗？打了预防针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就会怎么样？就会结块，就会肿结块，摸起来硬硬的，很难消。一个简单的方法叫做马铃薯，你把马铃薯切个差不多0.5公分厚的薄片，然后呢敷在这个地方。然后等一下再用热毛巾敷着，1天2次，一次差不多20分钟，2-3天之后肿块就消掉。为什么？马铃薯里头有一些酵素，这些酵素就可以使得这里的血液啦什么的就分配均匀，结果就好了，就没啥事儿了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，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哦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